老板，要面，3 kg 猪给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窮。客家人歷經5次大遷徙，南遷而至嘅北方人帶嚟咗先進嘅技術同文化，亦改變咗本土嘅飲食文化。醃麵嘅醃指嘅係喺麵碗裏面淋上滾燙嘅豬油，並且即刻攪勻嘅動作。豬油先至係麵嘅靈魂，每家麵店都有自己煉製豬油嘅秘方。邱家珍亦都唔例外。準備個炸豬油嚇，你一條出邊嘅本地嘅土豬嘅背後嘅那種本地嘅標油，標油炸出嚟個香。我炸豬油冇乜秘訣，主要就蒜蓉同葱頭，一炸出嚟豬油比較醇香。廚師出身嘅邱家珍對食材有住天然嘅敏感，佢發現成個梅城咁多醃麵店裏面，只係得一家係手工整麵嘅。於是佢苦學手工製麵技藝，開咗呢家大埔口味手工醃麵店。好啦，發酵10分鐘就烤出嚟。發好烤嘅麵團散發出淡淡嘅鹼香味，攤開麵團，騎上竹槓，呢個先至係手工製麵嘅關鍵環節。這樣按照長條嘅就將它一來反覆試次將烤熱。手工製麵18年，邱家珍只需要通過摸同睇，就知道麵皮嘅濕度同厚度係咪達標。1毫嘅麵就冇超過3毫米。最多是有2-3年咁樣是。你買一輪千份，每個要排嚟長腿啊，按照點點去麵啊。整好嘅麵抖鬆排好就可以等住落鑊。滷你嘅麵就冇超過30秒。啱啱出鑊嘅麵熱氣蒸騰，呈現出半透明嘅金黃色。呢個時候淋埋滾燙嘅豬油同肉碎，趁熱攪拌均勻，等每一條麵都俾豬油浸潤。豬油嘅香味因溫而起，充滿鼻腔，麵夠韌順滑，一啜就可以落肚。呢一刻再嚟一碗及第湯，梅州醃麵嘅風味先至可以充分展現。而呢一碗及第湯，邱家珍都落足咗功夫。準備了一打三餐水，梅香嘅三餐水很口熱，準備打來呢煮3個地湯。自來水多少氣味啊？三餐水比較清甜，3兩日就會來打一次來煮湯。生活唔會虧待執着嘅人，邱家珍整嘅醃麵喺當地變得小有名氣。年輕人細個啊，來梅州出差嚇，特從上北特產路可以來食麵，一下食咗6碗，老闆第6碗啦喎，厲害厲害！啊，出差做嘅時間又食咗個6碗，啊，幫聽佢嚇到了。
憑住對品質嘅細心把控，以及唔怕攰、唔怕苦嘅硬頸，邱家珍終於喺3年前開咗第2家麵店。我每早上去4點鐘就要睇佢打麵到8、9點鐘就要休息反正做麵就確實辛苦但係看到客人受到按讚我也十分開心。對於一家店仔嘅主人嚟講，一碗麵成就唔到佢哋嘅富貴逼人嘅人生，但係就可以默默守護一家人嘅平安喜樂。做好一碗麵嘅執念，亦唔能夠幫助佢哋名滿天下，但就可以靜靜呵護一家人嘅體面尊嚴。老廣衡量夜生活質量嘅標準永遠玄妙，就係火。燒烤古時叫炙，呢個係一種直接使用火焰烹製食物嘅古老方式。幾張台凳，一部烤爐，就可以搭出一個深夜食堂。乜嘢先至係老廣宵夜江湖嘅主旋律？答案只有一個。生蠔作為軟體動物，卻係有住堅硬嘅外殼，濃縮大海美味，自帶烹飪容器。生蠔一定係宵夜中最老嘅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令肥美嘅蠔肉滲出汁水，再用秘製酸辣醬加持，大海嘅鮮同山野嘅辣相互交織，老廣追求嘅色香味躍然而出。最滿意咧就係佢嘅生蠔咧，好肥、夠鮮、夠靚，一粒都冇落去啊！非常的 Q， 然後呢，一入口它就會爆出來。它首先那個蠔很新鮮，我們吃過的蠔沒有那麼 Q 彈的，反正它那個配料非常好吃，結合那個蠔的這個鮮味，應該是我在廣州吃過生蠔當中最好吃的。蠔佬。生蠔料理嘅大師傅，1998年出道至今，專攻炭烤生蠔。佢個名叫李立玲，反而好少有人知。每個地方唔同嘅生蠔冇同嘅做法，比如珠海嘅咧就比較清淡，陽江嘅咧就比較帶酸。呢個蠔係福建新會牌，比較受歡迎嘅，因為佢嘅肉好脆，比較甜口啲。24年嘅功力，關鍵係蠔殼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就老，少一分就生。對於最佳口感嘅苛刻追求，蠔佬將上菜嘅時間都要計算在內。一般咧要烤到8成熟左右先可以食，一上到台面咧就達到我哋理想嘅9成熟，咁啲個保持個口感好啲。一樣嘅生蠔養活咗百家嘅生意。喺蠔佬少就係多嘅烹飪哲學裏邊，有一個難以複製嘅秘密武器。冇法啦，洞門秘方唔過開㗎。呢個洞門秘方咧係我揾食嘅架撐嚟嘅。曾經有人出錢賣，我唔肯賣，甚至連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但是現在在我手上，冇計，跟你揾食。蠔佬嘅知音叫黃軍，一個從安徽到廣州創業嘅吃貨，經常穿梭喺老街細巷打卡各種美食。幫我來一個招牌牛雜。喺一次偶然嘅宵夜飯局裏邊，黃軍同蠔佬從一見如故嘅生蠔知己，變成咗事業上嘅最佳拍檔。我們目前的生蠔的做法有8種，蠔佬他的技術是得到了這個認可。鮑魚切片，大蝦開邊，加入生蠔，粥水浸潤，煲出大海嘅鮮。秘製醬汁鹹鮮交融，蒜鮮生蠔烘托出大海嘅甜。雞子攜手小龍蝦，
同生蠔喺炭火上共舞，海洋同陸地、鹹水同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嘅暖。無論你係偏愛清淡定係鍾情重口，總有一款可以滿足你挑剔嘅味蕾。對於將生蠔作為終身事業嘅兩兄弟，佢哋一直喺度等待嚟自大海嘅消息。老闆娘您好，您好。你好。你订的那个生蚝明天到货了哦，我们自己抓取到一些特大的野生蚝。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貨，你給我留着。廣州黃沙水產交易市場係餐飲人嘅聖地，貨如輪轉。喺呢家華南地區最大嘅水產品綜合交易市場裏面，考究嘅唔單止係眼力，仲有人脈。老闆娘，你好。這個肥都很肥的。肥都可以。特大野生蠔今天到貨了沒有？啊，到了。哇，天，哇，這個大，這個長。這個是因為我們之前呢釣養的蠔，它有一些會到海裡去，然後它會自然生長。我們都要派人到海裡去潛水找才能找得到。按照這個年輪幾十輪了，最起碼要10幾年才有這麼大。不過還是野生的才有。這個貨馬上送過去啊！好的。物以稀為貴，野生大蠔到貨嘅消息，隨住夜幕降臨，早已經喺食家嘅朋友圈裏面不脛而走。嘗鮮一定係今晚嘅主題，但係蠔佬心知肚明，挑剔嘅老廣並唔會為花巧埋單，失之毫厘，謬之千里。清燒、蒜蓉、酸辣3種口味，點樣為難得嘅食材注入靈魂？呢個係個問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那個生蠔，是吧？烤好嘅野生蠔香氣四溢，但係食起身就幾難咬。味道怎麼樣？味道是可以，還是老的，不是說烤老了，是本身肉質老。10幾年的生蠔大了，那肉肯定有點老。這個給客人抽獎。晚黑9點，食客如約而至，一打生蠔，幾份烤串，生意熱鬧如常。野生大蠔嘅抽獎即刻掀起咗一波小熱潮。尺寸驚人嘅野生蠔成為咗呢個夜晚驚喜又奇特嘅小插曲。深夜3點，生蠔創業2人組終於得閒，趁住夜色飲翻杯，將美味享受做成咗工作同事業。當初或者只係一時衝動，但係對食材嘅執着同對技藝嘅堅守，或者喺度敘述另一個故事。對於生活嘅雄心壯志，先至係茫茫黑夜中嘅北斗星。我們繼續加油！深夜嘅慵懶需要用食物驅趕，生活嘅生機更需要食肉點燃。喺德慶，冇竹篙粉嘅早晨係唔正確嘅開始。樸素嘅一碟，滿滿嘅一啖，香滑嘅粉，先至係喚醒德慶人嘅正確打開方式。係啊，我哋大興啊，竹篙粉白粥。好滑溜啊！咁嗰啲煮出嚟嗰啲好正噶嘛。因為可能佢哋同柴火即係點樣啊，口感比較好，比其他好。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呢家位於革木村嘅粉店，從來都唔掩飾佢痞藝江湖嘅霸氣。聶培榮師傅，省級非遺竹篙粉傳承人，
退伍之後，1997年跟住外父學習製作竹糕粉，家學淵源，25年嚟只係憑住一口柴火做，聞名粵港澳。老廣對於食物嘅炮製並唔係追求標新立異，唯獨要求一樣，功夫要深，甚至到咗吹毛求疵嘅地步。呢啲米呢，就係德慶最靚嘅粉米啦，呢係隔年嘅米。嗰啲米整出嘅粉呢，就係又滑又大硬。功夫做足先至可以開始吹粉。所謂吹就係精，保留中國古語發音嘅老廣，炮製手法亦都嚴格遵循古訓。每次一殼份量均等，倒入蒸盤，搖晃均勻。一殼一盤之間嘅份量把握，方寸毫厘之間嘅巧勁運用，係聶師傅25年厚積薄發嘅藝術精髓。全部都手工嘅，嗰啲機器對唔睇唔到嘅，唔均勻嘅。大約一蒸1分鐘左右啦。感覺嗰啲虛細雞有年唔好食得到嘅，嗰條粉咁起勢大幅，好靚噶啦。燜之前咧放啲油咧就冇使咁嗰啲粉黐住嗰條竹糕，用攞啲之後撳到嚟。一盤盤吹好嘅粉，就好似一張張透明嘅宣紙，從盤裡面小心咁剝落嚟，晾掛喺竹糕上。竹糕粉並唔係望文生義，因竹糕得名，咁啱就係因為晾曬工序，促成咗風味嘅轉化。德慶本地嘅甜竹，品正性涼，自帶甜香，熱粉吸收咗竹香，從而具有咗清甜解熱嘅特點。竹糕粉嘅真諦就係喺竹同米粉嘅微妙互動中。天色漸變，生活嘅號角亦都吹響。準備完咗竹糕粉，聶師傅要趕去市場買新鮮豬雜。凌晨6點嘅市場，對於聶師傅嚟講，與其講係菜市場，不如講係自助式選購站。偉哥，嗰啲靚嘢喎，靚啦，係本地豬，全部本地豬喎。早餐要嘅係快，10分鐘採購就為滿足清晨第一批客人嘅胃口。竹糕粉同豬雜係絕妙嘅搭配，新鮮豬雜稍加醃製，大火猛炒，加入芡汁，鑊氣迸發之時淋喺粉上面，粉嘅清香同豬雜嘅濃郁相互提攜，君臣佐使，文武兼備。歷經咗100年食家嘅挑剔同選擇，呢個嶺南第一粉成為咗500年嚟嘅國民早餐。聶師傅嘅吆喝聲，吹粉嘅咕嚕聲，炒豬雜嘅吱吱聲，喺德興人開啟清晨嘅3重奏序曲。清晨一直到10點，呢場關於早餐嘅戰鬥先至暫告結束。幫人哋煮早餐嘅人，往往係最遲食早餐嘅。一份豬雜粥，再加埋一碟齋粉，係呢位非遺傳人對竹糕粉嘅獨特鑑賞方式。竹同粉都係素淡嘅，只有用25年嘅時光，先至可以品出滋味。生活本來就素淡，素淡方能持久。
作為粥糕粉嘅靈魂，粥要3年一換，人都要面對歲月。聶師傅都開始培養自己嘅傳人，店面唔冧，匠心依舊。一殼滿嘅，一轉米漿走人啦，一放落去，金耳冚過，係質滿啊，放落去，係放喺度，放喺度先，攞人佢開過去。最開心就係自己整出嚟嘅粉，有啲街坊嚟食，都係對自己嘅認可，就係最自豪啦。一間小店，一方水土，食物唔單止可以果腹充飢，亦可以令我哋唔會忘記自己嘅來處。味道先至係回家嘅密碼。因為食物裏面有我哋原始嘅審美同真切嘅經歷，酸甜苦辣鹹，味覺唔會講大話。所有流經過味蕾嘅記憶，塑造咗我哋複雜而美好嘅人生。嶺南嘅夏夜，大多數係濕熱難耐，反而造就出別樣溫柔。一碗糖水就係老廣同酷暑嘅和解之道。整2碗糖水嚟，就1碗綠豆沙，就1碗龜苓膏啊，打包啊！好。有別於強調外表造型嘅西餐甜品，糖水嘅嶺南氣質，既標榜一絲取法天然嘅甜蜜，又強調水嘅清澈順滑。我專門從河拉開車過來，食肥姨糖水。肥姨在嘅嘛，在嘅嘛。得來啦，因為我哋肥姨，我以前後生肥㗎，依家我老大冇肥，而家叫慣到肥姨嘅。肥姨呢個綽號有深刻嘅品牌效應，經常都笑騎騎。潘玉清喺食客口裏面先至有咗不被親疏嘅肥字，坦然接受俾人尊稱為姨，係因為佢24年整糖水賣糖水嘅經歷。廣東人咧食嘢咧把上火，食乜嘢水啱咧？食糖水最啱啦，人心人肺。潤係喺鑊氣之外，老廣對於湯類食物嘅最高標準。如果話老廣嘅夜因為宵夜而燥熱，咁糖水就成咗平衡燥熱嘅必然。我住在附近咯，夜晚之後咧會出來嘅飲碗糖水，同埋啲同朋友聚一下。九七年度就嘅倒糖水，我倒糖水就第一間大黃生。嗰啲人咧就有燒蝦啊、炒嘢共呀，我哋嘅專業糖水店㗎。能夠帶旺成條街，呢個係肥姨成為宵夜大姐大嘅核心原因。糖水潤，人品好。20幾年嚟，肥姨嘅糖水店夾硬令到呢一條遠離市區嘅路仔，成為咗遠近聞名嘅宵夜一條街。睡到12點鐘就起床，起床咧就備料，備到7點鐘，一面煲就一面賣，3點鐘到4點鐘就收檔。嗰度嘅糖水品種好多㗎，有10幾20樣都有啦。每一個品種大概每一日都可以賣到50、60碗咁樣。依家龍眼都咁貴啦，因為我哋做龍眼糖水。老廣嘅糖水浸潤住亞熱帶風情，風情則源自本土嘅水果。高州分界鎮係嶺南糖水風情萬種嘅秘密一環。鋼衣搖曳讚冰肌，衣若華清出浴時，講嘅係龍眼。
廣東最具盛名嘅龍眼品種喺分界鎮柱梁村。果頭又大，甜脆爽口，好靚㗎。剝開黃褐色外殼，露出乳白色唔透明嘅果肉，口感爽脆，並且有濃郁甜味嘅龍眼被稱為南方人參。因為佢甜度高，當地人將龍眼整果曬製，或者攞出完整嘅果肉烘製成乾果。攞龍眼去開佢皮，然後就攞嗰啲工具鉗轉一圈，一挖去掉，而家就燈籠肉就咁樣成啦，好靚啊燈籠肉。以前咧，我哋個背龍眼咧就係曬嘅，曬龍眼肉咧就冇夠衞生，又有灰塵啦，又有蒼蠅嗰啲嘢。而家咧我哋就用密封爐嚟背㗎啦，就比較衞生乾淨，要烘18到20個小時。龍眼乾果俗稱桂圓，桂圓肉外形似燈籠，顏色金黃，微微透亮，散發出淡淡嘅甜香味。龍眼鮮果同乾果都係製作糖水嘅好材料。肥姨潘玉清同個仔馬東光喺呢一點上，從來都願意付出精力同時間。老闆娘，我突然間見你忽然間啲靚眼好靚㗎啦，係嘛？我嚟睇睇個靚嘛靚咧，我同你上幾學咗啦，呵。其實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係有啲水分，有啲水分佢就會韌好咧。白糖加入滾水，再倒入新鮮嘅龍眼，煮熟就係最簡單嘅龍眼糖水。新啲龍眼佢喺煲滾就得啦，就熟啦。咁簡單嘅做法，亦正係嶺南糖水嘅製作精髓。水果香氣似有似無，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鮮龍眼吸飽咗糖水之後，果肉膨脹肥白。雪凍之後再飲用，暑氣頓消。龍眼乾果藥食同源，製作糖水頗費心思。咁呢是龍眼乾個，揼一個鐘頭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滾，個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而龍眼乾同新鮮磁實搭配，就可以整出既可以飽腹又可以清潤嘅糖水。龍眼乾直接入水，等到水滾，再加入新鮮磁實、白糖以及適量嘅紅棗、枸杞，再煲足半個鐘。磁實開花煮熟之後，就大功告成。龍眼磁實糖水，湯水棕紅透亮，果香較濃。龍眼入口即化，磁實軟糯彈牙。呢種糖水最啱解乏，2-3碗落肚，疲勞就一掃而空。肥姨嘅糖水店就係當地年輕人嘅咖啡廳，既可以解暑消夏，更加能夠社交溝通，成為當地沸騰宵夜嘅一股清流。每日凌晨4點，呢場甜蜜嘅聚會先至會結束。每個人嘅夜晚都有一家小店，都會有好似肥姨一樣嘅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喺街角點起一盞燈，默默溫暖每個人嘅孤寂。雲南從海拔6700幾米嘅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嘅紅河河口，南北900幾公里嘅空間裏邊，橫跨7個氣候帶，相當於海南到黑龍江嘅氣候變化。呢片秘境唔單止保存住豐富嘅生物多樣性，更孕育住形態各異嘅食材，令主廚們為之向往。哇，好新鮮啊！這新菜。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對啊，雲南的食材又野又豐富。那每天都像開盲盒一樣哦。對。行市場係新大理人亨亨同師兄最中意嘅活動。可以吃啊，這個可以天婦羅。可以。水性楊花，大理的海菜。就像你看，這是雲南獨有的辣椒，好像叫七彩椒，對不對？七彩椒啊，不是很辣。不是很辣啊？哦，不，馬上辣出來。哎呀，這最新鮮的，今天下山的，剛剛那些都不是。看着就好吃，怎麼做？炒啊。我們走吧。吧。從市場滿載而歸，兩個人又捐咗入廚房啦。亨亨同師兄係半個廣東老鄉，又係愛好烹飪嘅同道中人。爸爸是順德人，媽媽是重慶人，我是標準的廣東味，就因為我家裡都是爸爸做飯。我係18歲入行，咁做廚房做咗30幾年。早期一直喺廣州啲餐廳度做，突破唔到個瓶頸，咁於是接受到一啲外省餐廳嘅邀請，幫佢帶一批粵菜徒弟。同時咧學佢本地嘅地方菜。中意呼朋喚友、露營野餐嘅亨亨，遇見四處漂泊做粵菜教官嘅師兄，喺大理一拍即合，將朋友間嘅戶外聚餐演變為私人訂製夜宴，令到向往大自然嘅人感受野外擺台嘅魅力。最近佢哋又接到新訂單，按照慣例要設計線路同菜單，團隊就一齊出發踩點。雲南係全球都出名嘅野生菌王國，每年6到10月喺雲南嘅雨季，亦都係食菌嘅好時節。今天我們能採到什麼菌子？松茸，然後牛肝菌、桂花菌、虎掌菌。有沒有燕窩菌啊？燕窩菌有的，這個要看我們的運氣。蘇金蘭係採菌經驗豐富嘅老鄉。跟住佢，兩位孤勇者可以大膽咁採菌啦。低海拔菌多而味淡，海拔越高，氣溫越低，野生菌生長慢，滋味積累得越濃郁。松茸只生長喺3000米海拔以上，冇任何污染嘅叢林瀝林裏邊。松茸係最難揾嘅菌之一，通常隱匿喺松針覆蓋嘅腐殖土裏邊，眼要尖，鼻要靈。好像有聞到松茸的味道，好像有點甜甜的味道哎。我們這裡在哪裡？有這個。哦，看到了。是嗎？哇！往下一點，往下下。對。松茸根淺而滑，但依然需要輕攞輕放，保護菌身。被採挖嘅松茸，每分每秒都喺度流失風味同養分。對，黑色的那個就是芳香物質，切開以後香味更濃。對啊，真的就是這片森林的味道。好紮實啊！哇，好新鮮。今日嘅採集，佢哋居然運氣爆棚，收穫滿滿。繼續走。我有動。耶，這個是不是松茸？哪裡？這裡有一朵。來看一下。哎呀，真的是啊！天哪！將挖過松茸嘅地方重新掩埋，保護好睇唔見摸唔到嘅菌絲，係採菌人同自然嘅默契。從海拔3000米回落到2000米左右嘅區域，有住最豐富嘅野生菌品種。它底下就像貓科動物的一樣。這個是黃虎掌，那個五花肉的味道。哎，真的，真的。天哪！哇，奶漿菌。奶漿菌，你掰一下嘛，它就會流那個汁，特別像奶。哦，果然有牛奶的味道。是啊。這見手青啊，這手一摸就變色了。對呀。它是有帶點微毒的，蟲子都不吃。好像雲南人就最愛吃這種。對。啊，這裡有好多紅菌子。這就是糖板板那個嗎？對，這個你又不能吃。這個有毒的。你試試看。看一下能不能借小人。快，把它扔了，扔了，扔了。吃了馬上糖板板。哇哦，貨還是不錯的，可以的。可以。收起來吧。好，你準備下山。好的。怒江州線花店距離大理古城大約5個鐘頭車程。海拔3600幾米嘅草甸濕地，人煙稀少。
係團隊精心尋找嘅野宴目的地。亨亨同師兄清洗從大理帶嚟嘅豐碩成果，馬上要派上用場。而其他小伙伴都定好咗今日用餐嘅地點。團隊每舉辦一場戶外試宴，菜單同地點都係唔同嘅，食材需要因地制宜，不時不食。阿亮，你們在打酥油啊？能不能給點我們？我們在這裡做菜，想要點酥油。哎，謝謝阿亮。松茸係今日嘅前菜，平底鑊上酥油正喺度融化。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沒有黃油那麼香、那麼霸道的味道。亨亨幫每片松茸點啲山葵，配埋諾鄧火腿。火腿中嘅游離氨基酸同鮮味嘅松茸碰撞，令舌尖上嘅松茸幻化出更豐富嘅味道。亨亨煮餸看似天馬行空，其實一招一式都係嚟自龐雜嘅專業知識同對食材嘅深刻理解。當地的番茄很優秀嘛，而且它那邊盛產那種黑土豬，就用那個油雞樅去炒了一個肉餡，用到了那個番茄裡面，是用了廣東的釀的方式，然後焗又跟法餐裡面的東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釀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老友多年默契，投入煮餸無需言語。我係做傳統餐飲出身，追求穩定性會多一啲。但亨亨唔同，佢做菜好有天賦，好有靈氣。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做菜嘅靈感。新出爐嘅菜單需要試食，萬事俱備，就等客人啦。我們普米人，可愛的家鄉。Hello， 哇，好漂亮你們！謝謝，這是我們的民族服飾。你們是什麼民族？我們普米族。普米族啊！啊，哇，好漂亮！普米族。阿叔，阿姨。熱情嘅廣東人遇上奔放嘅普米族人，野宴正式開始。這是可以打開的。哇，這裡頭是青稞嗎？還是小麥？燕麥。哦，燕麥。小姐姐，你把我們的素做的這麼好吃，你是怎麼做的？我們從來都不覺得我們要有愛才是最好的調料。感謝了，感謝了。來。讓我們一起乾酒醉，讓我們一起乾酒醉。廟堂之上，粵菜曾以高檔商務宴請聞名於世，但老廣骨子裏面對食材原味孜孜以求，喺鄉野尋味，以天地助酒。老廣嘅廚房喺千里之外嘅大自然揾到咗新嘅落腳點。2000公里外嘅青島，一位粵廚正喺老菜嘅故鄉打造青島菜嘅招牌。青島正迎嚟晚秋，百年前嘅萬國建築群同現代嘅摩天大廈交相輝映，構成屬於青島嘅天際線。黃海將豐富嘅漁獲回饋俾青島人，喺屋企門口趕海，塑造咗青島人嘅生活。嚟自廣東梅州嘅廚師郭科喺青島定居已經16年，今日跟住老朋友尹寶昌嚟到海洋牧場。今年的海參怎麼樣？海參豐收了。今天就準備到這個海洋牧場來捕撈第一次的海參。我就要最大的海參。好，1斤到1斤2兩以上的都給你了。好，謝謝嚴總。一會兒從那個碼頭上上。哦，就那邊。哦，我看到那好多船那裡。一會兒就到。海參係粵菜嘅名貴食材，青島係中國海參嘅主產區之一。北方刺參每年都要夏眠同冬眠，所以4月同11月係海參最肥美嘅時節。尹寶昌自細喺青島海邊長大，養殖海參已經有20幾年。今日係開埠嘅第一日，佢帶住郭科出海撈參。呢片海域深達20米，
既抗風浪又防熱保暖，係海參理想嘅安樂窩。但係對於潛水員嚟講，係對生命嘅考驗。換咗潛水服，戴手套，着腳蹼，孭起氧氣罐，拉低護目鏡，掛埋網袋，被當地人稱為海猛子嘅撈心人落水啦。穩寶昌嘅海洋牧場採用底播養殖技術，將人工育種參苗投放到海底，任其自然生長，以海底藻類同浮游生物為食。咁樣嘅品質同野生海參最為接近。海參係戀家型動物，因為蠕動緩慢，一世嘅活動範圍都不過30-40平方米。但係每一隻海參都係躲藏高手，專門匿埋喺礁石底。海猛子要靠火眼金睛先至可以揾到。好嘞，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次捞海参。这时候的海参呢，这个肉厚。一斤左右条的海参要长多久啊？那种都得5年以上才能长这么大。啱啱撈上嚟嘅海參，心刺堅挺有力，呈黑褐色，先至算得上係標準好參。海參嘅體壁內存在住一種自溶酶，如果離開海水時間太長，就會融化成水。做這個海參呢，我們要用鐵鍋來，鐵鍋它煮出來的海參呢，深黑色的。不鏽鋼鍋或者說鋁鍋煮出來的海參呢，會發白，會掉顏色。做乾海參呢，它是煮10幾分鐘，它就可以拿去做烘乾。像我們這種是鮮吃海參，所以呢，我們就是要煮夠80分鐘，煮出來的標準呢是要實心，很硬。一切都準備就緒，國科將海參帶返餐廳，將喺海邊煮好嘅海參冰鎮12個鐘頭，海參就會脹化成原來嘅大細。跟住落嚟就係調味。剛入行的時候做一個冰鎮鮑魚，就是用冷滷水來去泡的，所以今天呢先做一個冷滷海參。味極鮮，蒸魚豉油，萬字醬油，廣東的魚露。因為不能有油脂，所以就不能去靠動物來去提鮮，所以我只能靠蔬菜來去提這個鮮味。將煮好嘅滷水放涼，再浸泡海參4個鐘頭以上入味。上台前仲有一道工序，用柚子醋、火龍果汁混合大豆卵磷脂打發成泡沫作為蘸料。我用海參蘸着醋吃，所以用了分子料理裡面的一個泡沫技術，把它融進去，方便吃到這種酸味，而又不影響我這道菜品的儀態。實心海參肉質軟糯，鹹香嘅滷水被果醋嘅酸甜中和，呢味主打菜令人耳目一新。除咗海參，青島嘅對蝦、梭子蟹、鮮鮑、海腸等都久負盛名。當我來到青島之後，我會發現，哇，這邊的食材太棒了，我就想用我粵菜的烹飪思維去做融合和提升青島的東西。呢味五珍燴就好似活海鮮版嘅佛跳牆，鮮字當頭，內容紮實唔花巧，同粵菜尊重食材本味嘅做法不謀而合。蝦頭經過乾煸，獲取蝦油。國科準備整一味自細就識嘅客家菜。客家人中意咩都可以用肉。細嗰陣時煎豆腐係好強項，因為從細到大幫老豆煎豆腐啦。國科嘅廚藝嚟自淵源家學，阿爺嗰一輩就係廚師，所在嘅鄉村更加係廣東著名嘅廚師之鄉。呢味客家釀豆腐，國科將嚟自廣東大山嘅味道同青島嘅海洋氣息完美結合。大家好，歡迎光臨國科工作室。今天晚上呢，我們會國科今年喺自己餐廳裏面開闢咗一間工作室，可以一邊煮餸一邊同食客交流。自從我來之後呢，我打破了魯菜粵菜，我做的是什麼？是青島菜。我只是把粵菜融到裡面來去，因為我要為這個城市添光加彩。感謝大家來捧我們的場，謝謝。謝謝。
粵風北漸，正係百年嚟無數粵菜嘅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鐵鑊、一身技藝，播撒出粵菜嘅種子，將曾經偏居一隅嘅風味傳遍大江南北，亦成就咗老廣味道嘅生生不息。